走過風暴後，我們還選擇在一起。凌晨3點，一對夫妻在車裡無言對坐，雨刷一下一下劃過前擋風玻璃，像是要把他們心中的混亂刷乾淨。他剛剛摔門而出，這已經是1個月內第3次深夜吵架。他的眼眶泛紅，卻不肯掉一滴淚。窗外的雨像淚一樣落下，窗內的他們卻早已乾涸。他心想，這段婚姻真的還有救嗎？他心想，我們只是還沒離而已，心早就走了。但10年後，他們坐在同一張沙發上，回憶那天的夜雨。他輕聲說，那天我差點決定放棄，但幸好我們沒走散。有些婚姻不是沒有裂痕，而是裂痕中開出了一條新路。走過風暴後還願意牽手，這才是重建的開始。每段婚姻都會經過風暴區。如果婚姻是一段航程，那麼風平浪靜只是地圖上的其中一站，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要穿越風暴區。這些風暴可能來自經濟壓力、親子衝突、婆媳問題、工作疲憊、外遇危機、溝通破裂，或只是生活中累積的小事。牙膏擠哪邊？週末誰負責煮飯？手機到底能不能上廁所時滑？最危險的不是風暴本身哦，而是風暴過後彼此選擇分開，還是選擇修復。我們常誤以為風暴會毀了婚姻，但事實是風暴只是揭露你們的關係本來的樣子。破壞婚姻的不是事件，而是面對事件時的彼此反應與選擇。嘉恩與明倫是朋友眼中很速配的夫妻，他是教會兒童事工的老師，他是銀行中介主管。他們從交往、結婚、生子，一切步調幾乎像劇本一樣順利，直到第2個孩子出生後，一切失控。明倫開始加班，冷漠、沉默。嘉恩焦慮、抱怨，不停追問。孩子半夜哭，他裝睡，他受不了，一邊哭一邊餵奶。爭吵像定時炸彈，兩人開始冷戰，一冷就1週。有一天，嘉恩終於提出，不如離婚吧，我們都很累了。明倫竟然點頭。他們去找律師分配財產，排好孩子的探視時間，協議書都準備好了。但就在那天，明倫突然停筆，抬起頭問嘉恩一句話，你還記得我們剛結婚時去花蓮迷路的那次嗎？那不是浪漫的回憶，而是一場大吵。兩人在山區走錯路，沒有訊號，他急，他煩，最後兩人坐在路邊吵了1個小時。那次他們在山裡冷靜完後笑了，牽手回到車上，還約定以後要一起走出每一次迷路。嘉恩點點頭，眼眶紅了。如果那次我們放棄，就不會有這10年了。明倫說，他們沒簽下那張紙。回家後，兩人開始婚姻輔導，一點一滴地把碎裂拼回去。今天他們說，我們沒有什麼神蹟般的轉變，只是在最想放棄的時候，先選擇不放棄。婚姻的奇蹟不是從沒破碎，而是願意重新拼起來。許多走過風暴的夫妻都說，我們不是回到以前的樣子，而是創造了新的關係。這句話很重要，因為婚姻一旦裂過，重建不是恢復原狀，而是共創新的連結。這裡有一個關鍵轉念，我們不是要回到當初，而是一起走向更新的我們。破裂的關係中，那些傷痕不會自動消失，但它們可以被轉化為共同的記憶、理解與承諾。就像金繼用金粉修補破裂的陶瓷，那些裂縫不再是缺陷，
而成為獨特的美。從崩潰到共創，3個重要關鍵。當你們走過風暴，想重新牽手前行，這3個心態轉換將會是你們的支柱。1. 從你錯了變成我們怎麼了？風暴中最常見的句子是，都是你讓我們變成這樣。但若只看誰對誰錯，會變成無止境的指控賽。當你問的是我們怎麼會走到這一步，焦點就從互相責怪轉向了彼此反思與理解。你會開始看見對方可能不是故意傷你，而是他也在痛，也在無助。2. 從變回去變成走出去。很多人以為重建就是回到當初，但事實上，那個當初的你們已經不在了。人生會變，人會長，愛也需要換方式表達。與其想回到甜蜜期，不如問我們能不能打造一種新的親密。新的婚姻關係不是複製舊的，而是根據你們現在的樣子，重新設計一個更真實、更舒服的版本。3. 從我受傷了變成我們都值得被療癒。在婚姻風暴裡，常有一方是看起來比較受害的，但真相是2個人都傷了。即使對方犯了錯，他也可能是從一個受傷的位置出發，選擇一起走下去，不是因為誰無辜，而是因為你們都值得有一個不再受傷的未來。你們可以一起經歷療癒，彼此保護，共同前進。愛不是不曾受傷，而是願意一起變得更好。走過風暴的婚姻不會完美，但會更深。你會發現，你們能說出彼此不敢說的話，也能聽進彼此曾經聽不懂的情緒。你們不再只是合住一個屋檐下的2個人，而是並肩面對世界的戰友。婚姻不是不經歷風浪，而是風浪過後還想一起逐船的人生。結語還能在一起，是一種選擇，也是一種奇蹟。很多人說婚姻要靠愛，其實走到後來，靠的是選擇與承諾。在最不確定的時刻，選擇不放棄；在最心碎的時候，選擇修復；在風暴過後，選擇不只是繼續，而是重新開始。願你也能有這樣的勇氣，在破碎裡看見希望，在風暴後重新牽手，不是因為沒有傷痕，而是因為彼此都值得新的幸福。走過風暴後，真正的旅程才剛剛開始。